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杨堂主故事会。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皇帝被严重低估，他只活了39岁，在位仅仅5年半，却被欧阳修、司马光、吕思勉等历代史学家公认为5代十国第一明君。他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短短5年，把一个4分5裂的后周打造成当时最有希望统一天下的王朝。如果他能多活10年，就没有后来的陈桥兵变，没有赵匡胤的大宋王朝，更没有宋朝300年的积弱与屈辱。中国历史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。他就是后周世宗柴荣。今天完整读懂这位被命运斩断盛世蓝图的完美帝王。他的一生是乱世里最亮的光，也是华夏历史上最让人意难平的遗憾。柴荣公元921年出生在邢州瑶山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龙窑。他的家族原本是当地望族，但到他出生时已经家道中落。年幼的柴荣被嫁给郭威的姑母收养，郭威就是后来的后周太祖。当时郭威家境并不富裕，年少的柴荣为了补贴家用，主动外出经商，往返于江陵一带贩茶。这段经历是柴荣一生最宝贵的财富。他走南闯北，见过恶区遍野的流民，见过横征暴敛的官吏，见过藩镇割据下民不聊生的惨状。他懂钱粮调度，懂商业逻辑，懂底层百姓最迫切的需求。5代的皇帝大多是粗鄙武夫，杀人如麻，只顾享乐。唯独柴荣是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帝王。他深知国之根本在民，民之安稳在耕。后来柴荣弃商从戎，跟随郭威征战四方。他性格谨慎厚重，办事靠谱，深得郭威信任。公元951年，郭威推翻后汉，建立后周。柴荣作为养子，被任命为漳州节度使。在上周，柴荣出漏锋芒，为政清肃，道不犯境，修街道，扩城市，安抚百姓，把一个战乱后的残破州郡治理得井井有条。这时候的柴荣已经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治国才能。公元954年，后周太祖郭威驾崩，33岁的柴荣继位，成为后周第2位皇帝。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烂到骨子里的摊子。内部5代以来，兵骄将悍，藩镇割据，皇权形同虚设，将领一言不合就造反，临阵就逃跑。外部北汉刘崇联合契丹大举入侵，后蜀割据西南，南唐盘踞江南，个个虎视眈眈。民生战乱几十年，田地荒芜，流民遍地，赋税沉重，货币短缺，连朝廷都穷得叮当响。满朝文武没几个人看得起这个年轻的新皇帝。所有人都觉得柴荣不过是又一个短命王朝的傀儡君主，但他们都错了。柴荣登基第1天就立下了中国历史上最豪迈的帝王誓言：10年开拓天下，10年养百姓，10年治太平。30年平乱世，安百姓，创盛世。这个33岁的皇帝要用一生改写乱世的宿命。柴荣登基不到1个月，北汉皇帝刘崇就联合契丹几万大军大举南下，直逼开封。消息传来，后周朝廷一片恐慌，宰相冯道为首的老臣全都反对亲征，劝他固守待援。冯道甚至当众嘲讽柴荣：“你能比得上唐太宗吗？敢亲征？”柴荣当场怒怼：“
刘崇乌合之众，朕亲率大军逼迫敌军。他力排众议，亲自率军北上，迎战北汉与契丹联军。高平，今天山西晋城高平市，决定后周生死，也决定柴荣命运的一战打响了。刚一交战，后周军队就崩了。大将樊爱能、何辉带着部队直接临阵脱逃，还沿途劫掠，扬言皇帝已败。后周军阵瞬间缺口大开，北汉军队趁势猛攻，箭矢如雨。柴荣身边只剩几十名亲卫，危在旦夕。这时候，柴荣没有后退一步，他披甲执剑，亲冒矢石，率几十名骑兵直冲北汉中军大营。一代雄主的气魄在这一刻爆发。禁军将领赵匡胤、张永德被皇帝的勇气震撼，率部死战，以一当十。北汉军队没想到后周皇帝这么不要命，阵型大乱，全线溃败。契丹援军看到北汉惨败，直接不战而退。高平之战，柴荣以少胜多，逆转乾坤。战后，柴荣做了一件五代所有皇帝都不敢做的事儿，斩杀临阵脱逃的将校70余人，一个不留。五代以来，将领骄横跋扈，皇帝都要哄着逃跑，造反是家常便饭。柴荣用铁血手段告诉所有人，皇权至上，军令如山，未战溃逃者死。高平之战是柴荣的登基之战，也是后周的立国之战。这一战打出了皇帝的威望，打服了骄兵悍将，更打出了后周一统天下的底气。战后，柴荣立刻推行军事改革，提出核心原则：兵务精，不务多。他大规模裁汰老弱残兵，选拔天下壮士，让赵匡胤亲自挑选，组建了一支只属于皇帝的精锐禁军殿前诸班。这支军队士卒精强，近代无比，成为后来北宋统一全国的核心力量。柴荣用一场血战，终结了五代兵骄将悍、弱军强臣的顽疾，把兵权彻底收归中央。高平之战后，柴荣没有沉迷征战，而是一头扎进治国改革里。他要做的不是短暂的胜利，而是从根上拯救这个破碎的中原。柴荣的改革覆盖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，每一项都直击五代乱世的要害，务实、狠辣、高效，被后世称为五代第一治世。一、均定田赋，打击豪强，让百姓有田种。五代以来，豪强兼并土地，隐瞒田产，不交赋税，穷苦百姓没地却要承担重税，民不聊生。柴荣直接颁布均田图，派遣使者走遍全国，丈量土地，按实际田亩征税。哪怕是曲阜、孔氏、前朝宰相这些特权阶层，一律平等纳税，没有例外。他清查豪强隐匿的万亩良田，严惩包庇官员，把无主土地分给流民耕种。短短几年，流民返乡，田地开垦，粮食丰收，国家财政暴涨，百姓负担大幅减轻。二、世宗灭佛不是毁佛，是救民。很多人说柴荣灭佛是暴君，这是天大的误解。当时全国寺院数万，僧尼百万，不耕不战不纳税不服役，占据大量良田，还融化铜钱铸造佛像，导致民间货币短缺，商业崩溃。柴荣的政策很明确，保留朝廷赤额的合法寺院，取缔无名额的私立寺院，勒令假僧尼还俗，回归农业生产，融化铜佛，
铸造铜钱，解决钱荒。10载，废寺院3万余所，还俗僧尼数十万，铸周元通宝2.8亿枚。有人劝他毁佛遭天谴，柴荣指着国库空账，淡然说：“佛以善道化人，苟利国利民，虽朕公无所惜。”这不是灭佛，是破除迷信，解放劳动力，盘活经济，是真正的利国利民。3. 兴修水利，治理黄河，安天下之本。5代几十年，黄河连年决口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柴荣征调民夫，加固河堤，疏通河道，治理黄河水患，疏浚汴河、五丈河，打通中原与江淮的漕运，粮食物资畅通无阻，开封成为天下枢纽。4. 整顿吏治，严惩贪腐，官场清风。柴荣最恨贪官，内供奉官孙延长克扣民工口粮，让民工用瓦片盛饭。柴荣视察工地时当场斩首。县令贪墨，他不杀，罚其扫街示众，告诫百官贪一文扫10里。他还废除凌迟等酷刑，主持编纂大周刑统，成为后来宋刑统的直接蓝本，奠定了唐宋法律的基础。5. 虚心纳谏，广开言路，明君风范。柴荣下诏，群臣直言进谏，哪怕骂皇帝也无罪。他命大臣写为君难，为臣不议论开编册，采纳王溥的平编册，定下先易后难、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。后来北宋完全照搬了这个战略，短短5年，后周从一个残破王朝变成政治清明、经济繁荣、军力强盛的强国。5代乱世遍地豺狼，唯独柴荣是一股清流，是真正把百姓放在心上的帝王。国内大治，柴荣立刻启动统一战争，兑现他10年开拓天下的誓言。他的军事行动精准高效，势如破竹。5年时间，3线作战，全胜而归。第一战，西征后蜀，收复四州。公元955年，柴荣派王景相训西征，仅用4个月收复秦、凤、成、接4州，打通入蜀通道，解除西南威胁。第二战，三征南唐，尽收江北。南唐是南方最强割据势力，占据江淮富庶之地。公元956到958年，柴荣3次亲征淮南，水陆并进，大破南唐主力，攻克寿州、楚州、扬州等重镇，焚毁南唐水军主力。南唐皇帝李璟被迫去掉帝号，改称江南国主，割让江北14州60县，每年供奉100万。长江以北尽归后周，后周国力翻倍，南方割据势力全部震慑臣服。第三战，北伐契丹，42天收复3关3州，这是柴荣一生最辉煌也最遗憾的一战。燕云16州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，中原失去北方屏障，契丹骑兵随时可以长驱直入，收复燕云是柴荣毕生执念。公元959年，柴荣亲率大军北伐契丹。当时契丹皇帝是睡王耶律璟，酗酒怠政，国内大乱。后周大军北上，势如破竹。契丹守将望风而降，百姓单食糊浆迎接王师。42天，兵不血刃，连收易金关、瓦桥关、峪口关3关，瀛州、莫州、益州3州，共17县。
这是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对契丹最辉煌的胜利。燕云16州收复在望，幽州、今北京近在咫尺。柴荣站在瓦桥关，登高望远，指着幽州城对诸将说：“此战必克，燕云必复，天下必一统。”所有人都坚信，只要继续进军，幽州必破，契丹必退，华夏北疆将重归安稳。可就在这时，命运给了华夏最沉重的一击，柴荣突然病倒了。北伐途中，柴荣积劳成疾，突发重病，被迫班师回朝。回到开封，病情日益加重，药石无医。公元959年7月27日，柴荣在万岁殿驾崩，年仅39岁。从登基到离世，仅5年6个月，他的30年宏图只完成了1/6。临终前，柴荣托孤，立7岁的儿子柴宗训为帝，安排心腹辅佐。他撤掉张永德的殿前，都点检职务，任命赵匡胤接任。他以为赵匡胤是忠心耿耿的部下，会守护后周，守护他的幼子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死后仅半年，公元960年，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废黜柴宗训，建立北宋，后周灭亡。柴荣一生征战，一生治国，打下的疆土、训练的精兵、制定的制度、积累的财富，全被赵匡胤捡走，成为北宋统一全国的基石。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。很多人说赵匡胤是千古一帝，结束5代乱世，建立大宋。但我们必须说清楚，北宋的天下是柴荣打下来的，北宋的精兵是柴荣训练的，北宋的制度是柴荣制定的，北宋的富庶是柴荣奠基的。赵匡胤只是柴荣事业的继承者，甚至是窃取者。两人对比，高下立判。武功，柴荣42天收复燕云3关3州，势如破竹。赵匡胤一辈子不敢北伐契丹，只能杯酒释兵权，重文轻武。格局，柴荣要统一天下，收复燕云，重塑汉唐雄风。赵匡胤只求偏安江南，守城自保。民心，柴荣爱民如子，严惩贪腐，轻徭薄赋。北宋300年，冗官冗兵冗费，百姓负担沉重，气魄柴荣亲冒矢石，敢打敢拼。赵匡胤贪生怕死，削弱武将，导致宋朝300年积弱。如果柴荣多活10年，燕云16州必复，契丹将被赶回草原，中原无北疆之患，南唐、后蜀、南汉必被平定，天下一统，不会有陈桥兵变，不会有重文轻武，不会有靖康之耻。华夏将迎来一个强盛如汉唐的大一统王朝，中国历史彻底改写。天不假年，英雄气短。柴荣用39年的生命活成了5代最亮的光，却被命运无情熄灭。历代史学家对柴荣的评价高到极致。薛居正说：“神武雄略，乃一代之英主也。”欧阳修说：“世宗英武，料敌制胜，近代无比。”司马光说：“以信令御群臣，以正义则诸国，天下未服。”吕思勉说：“5代之君，唯周世宗可称，其余皆不足道。”柴荣的一生没有瑕疵，不残暴，不滥杀，不猜忌，不昏庸，不奢侈，不贪色，勤政爱民，虚心纳谏。
文能治国，武能安邦，眼光、胸襟、能力无一不完美。他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没有任何污点的皇帝。他是乱世的终结者，盛世的开拓者，却被命运夺走了一切。朋友们，柴荣的故事讲完了。39岁，5年帝王，30年宏图未尽全功。他从犯察少年到一代雄主，用短暂的一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帝王不是靠血统，不是靠权谋，而是靠心系天下，敢作敢为，为民请命。他没能完成统一，没能收复燕云，没能看到天下太平，但他留下的制度、精兵、格局与精神照亮了后来的北宋，更照亮了华夏历史。如果历史可以重来，我多想向天再借柴荣20年。可惜历史没有如果。柴荣这位被天妒英才的千古一帝，他的遗憾是后周的遗憾，是北宋的遗憾，更是整个华夏历史的遗憾。但他的名字永远刻在史书上。5代第一明君周世宗柴荣，生如夏花虽短，却绚烂千年。好了，本期故事为网友点播，如您喜欢还请点赞订阅，这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，谢谢。我是杨堂主，咱们下期再见。